在凯多的眼中，索隆的实力真的比玉田差一个档次吗？跟着鹰眼学习2年归来，索隆的实力可谓深不见底，也学会了一刀劈船的本领。来到德雷斯罗萨对战唐吉诃德海贼团，索隆与大将藤虎有过短暂交手，虽然嘴角被对方用重力刀打流血，战斗力也得到了藤虎的认可。对战明哥的手下皮卡时，索隆稍微拿出了一点实力，用碾压的方式秒杀皮卡。在场的观众之中，也有不少见过世面的强者，全部被索隆的表现征服。和之国篇章开始后，索隆才一步步展示自己战斗力的上限。为了保护路飞和小玉，索隆被超新星霍金斯用钉子打伤。认真起来的索隆用出一招2刀流，直接秒杀了霍金斯制造的稻草人怪物。随后霍金斯以对方会有帮手出现放弃攻击，显然是害怕自己打不过索隆。为了夺回被抢走的黑刀秋水，索隆在后岭的断桥与牛鬼丸战斗。就在此时，他听到有美女发出求救声，基拉正在追杀日和与小男子。索隆没有丝毫犹豫，立马出手挡住基拉的攻击。在与基拉的对战过程中，牛鬼丸趁机偷袭，导致索隆的肩膀被镰刀贯穿。随后索隆拔出镰刀，临时弄了一个3刀流，将基拉瞬间秒杀。鬼岛战争爆发之后，索隆与德雷克联手对战阿普，抢夺病毒冰鬼的抗体。见到小菊的胳膊从屋顶掉落，他知道必须快点抵达屋顶对抗凯多。认真起来的索隆只用了一招1刀流，便秒杀了赏金3亿5千万的阿普。来到鬼岛屋顶对战双四皇，索隆让罗给自己打辅助，准备砍掉凯多的龙头。四皇大妈察觉到了危险，提醒凯多快点躲避，才避免了龙头被索隆砍中。见到5位超新星的实力过后，凯多和大妈决定一招搞定所有人，两人联手使用四皇合体技能霸海。就在所有人以为要被秒杀的时候，索隆一个人站了出来，挡住霸海几秒钟，拯救了其他4位超新星。随后路飞向凯多发起猛攻，结果被一招霸王色缠绕引奈落打晕。正当凯多想着怎么打碎路飞的脑袋时，索隆又站了出来，使用出自己最强的9刀流招式阿修罗王者系，重创凯多的腹部。凯多对索隆的表现非常认可，强调斩击会给自己的胸口留下一道伤疤。20多年前，凯多对战光月玉田的时候，腹部也被打伤，留下一道10字伤疤。在对战路飞的时候，凯多说了，玉田是能与自己一战的强者，可见在凯多心目中，索隆不具备与自己一战的实力，也没达到玉田的高度。不过在对战岩灾尽的时候，索隆彻底觉醒了霸王色霸气，斩断尽的一条翅膀，登基地狱之王，实力再度提升的索隆，相比玉田还会差一个档次吗？最强皇父终于确定了，索隆的第2皇父仅仅做了7天，谁是4皇的最强副手？海迷们一直在争论，却始终没有准确定论。有人说是从小专注高端局的马尔科，在马林范多与3位海军大将轮番交战，一脚踢飞主动攻击白胡子的黄猿，又一脚踢飞不知道怎么对路飞放水的青雉，正面抵挡追杀路飞的赤犬也有一战之力。来到和之国单挑4皇大妈，蓝色火焰能压制霍米兹普罗米修斯，一人单刷镜和奎因2位大看板，体力虽然不知场面上缺一点没输。也有人说是本贝克曼，作为红发海贼团的副船长，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红发海贼团是实力非常均衡的铁臂海贼团，也被认为是双4皇配置，言外之意就是有2位4皇。本贝克曼也拥有4皇级别的战斗力。在顶上战争，本贝克曼喝止黄猿继续攻击路飞，实力不会在大将之下。还有人说光月玉田是最强皇父，拥有霸王色霸气以及倾听万物的能力。20年前有实力重创年轻的凯多，战斗力配得上最强4皇的称号。但玉田在白胡子的船上时，白胡子还不是所谓的海上皇帝，还有玉田的职位是2番队长，就算有皇父也会是1番队长马尔科。经过和之国一战，索隆也有争夺最强皇父的资格。跟着世界第1剑豪鹰眼学习2年，索隆失去左眼变得更加强大，也有了与海军大将藤虎一战的实力。来到和之国后，索隆将黑刀秋水换成妖刀炎魔，战斗力进一步提升。鬼岛之巅对战双4皇，索隆凭借一己之力挡下4皇联合技能霸海，拖着骨裂30多处的身体砍伤凯多的腹部，实力也得到了凯多的认可。随后索隆与岩灾镜单挑，彻底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斩断尽的一条翅膀获胜，也成为了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战斗力不能说超越本贝克曼，至少与本贝克曼非常接近，当不上最强皇父，实力在皇父中至少排名第2。击败岩灾镜之后，索隆昏睡了7天7夜，醒来之后，他的第2皇父也丢了。路飞击败凯多成为4皇的同时，巴基联合鹰眼与克洛克达尔组成10字工会。3个人虽然是合作关系，海军认为巴基是始作俑者，把他当成了4皇。世界第1剑豪鹰眼也被当作4皇巴基的副手，与香克斯在剑术上不分胜负的鹰眼，实力至少不会在本贝克曼之下，也是当之无愧的最强皇父。草帽团会与巴基的10字工会有一战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吃下透明果实的宇之溪流，真的配当索隆的最终对手吗？溪流是推进城的前看守长，因为性格异常嗜血，经常无故杀害犯人，因此被判了死刑，关在海底监狱第6层。伊万科夫非常认可溪流的战斗力，在他看来，麦哲伦的恐怖程度不如溪流。麦哲伦的毒毒果实虽然恐怖，但副作用也非常明显。
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蹲厕所，用于战斗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，持续作战能力比溪流差了一大截。作为多年的老同事，麦哲伦非常清楚溪流的强大。当黑胡子闯进推进城时，麦哲伦没有过多的考虑，让手下立马放溪流出来。在麦哲伦看来，溪流和自己一样，是海底监狱中唯一能对付黑胡子海贼团的人。当黑胡子看见溪流本人时，一度认为是麦哲伦，双方还差点打了起来。在黑胡子海贼团被麦哲伦用毒龙秒杀后，溪流送来解药救了黑胡子一行人。得救后的黑胡子立马邀请溪流加入自己。只要强者当伙伴的黑胡子显然是看中了溪流的强大实力。黑胡子在成为4皇之后，溪流当上第2任船长，是黑胡子海贼团的第2强者。不过前海军大将亲自加入黑胡子海贼团后，溪流也只能算第3强者了吧。战国当了海军元帅多年，也算溪流的老熟人。在马林凡多见到了溪流加入黑胡子海贼团后，战国张口就骂溪流是混蛋，指责他投靠黑胡子。除此之外，战国还很担心麦哲伦和推进城的安危。海军元帅有如此不淡定的表现，显然是认可溪流的实力，不愿意如此强敌成为敌人。莫利亚虽然是最弱气无海，赏金好歹也有3亿2千万贝利。想当年在和之国还曾与凯多有过一战，去蜂巢岛找伙伴阿布，却被吃了隐身果实的溪流砍伤。见到敌人是溪流时，莫利亚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，却不敢还手战斗，是自认战斗力不如溪流，一旦出手还击只会白白丧命。溪流吃了隐身果实，在顶级强者对战时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，只要霸气足够强大，就能让溪流的隐身果实无效化。在和之国对战百兽海贼团，索隆不仅征服了妖刀炎魔，还觉醒了霸王色霸气，打败了13亿9千万贝利的炎灾镜。面对如此强大的索隆，溪流还配当他的最终对手吗？陆琪公开索隆的真正战斗力，霸王色再次升级，妥妥的大将级别。自从索隆在鬼岛觉醒霸王色，击败赏金13亿9千万的炎灾镜后，就一直有海米在讨论登基地狱之王的索隆实力有没有大将级别。当年在无名小岛遇到青雉，为了保护罗宾，草帽团3大主力齐上阵，结果被青雉瞬间秒杀。索隆的战斗力相比海军大将有天壤之别。来到香波地群岛，索隆与大将黄猿有过交战，全程被单方面碾压。如果不是冥王雷利登场，索隆的小命铁定被黄猿的光速踢夺走。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索隆的剑术和霸气得到提升，实力也是深不见底。对战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，几乎以秒杀的方式获得胜利。不过与大将藤虎战斗，索隆处于明显劣势，嘴角被对方打流血。虽然飞翔斩击得到藤虎的夸赞，但实力相比海军大将还有一定差距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答应日和的请求，将黑刀秋水归还给和之国，得到光月玉田生前的佩刀炎魔，是一把能擅自释放武装色的妖刀，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使用9刀流亡者系重创凯多腹部。凯多也很认可索隆的实力，强调他的斩击会给自己留下伤疤。对战露娜利亚一族的炎灾镜时，索隆的攻击毫无效果，处于劣势。期间妖刀炎魔出来捣乱，擅自释放武装色，差点让索隆丧命。索隆在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才将赏金13亿9千万的炎灾镜击败。抵达弹头岛之后，索隆的第一个对手是卡库，曾经在司法岛击败过对方。即便卡库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对战索隆也处于明显的劣势。得知黄猿闯入弹头岛之后，CP0的陆琪立马叛变与索隆开战。陆琪应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，对战吃了烧烧果实的萨博不落下风。不过与开启武当的路飞战斗，陆琪使用出觉醒能力，依旧处于明显劣势。对战索隆的时候，陆琪也使用出果实觉醒能力，表现出能干掉对方的气势。索隆也没有轻敌，将霸王色缠绕在刀上，有霸王色缠绕攻击的样子。陆琪强调索隆是4皇团的皇父，可见索隆的战力表现已经能接近大将。索隆对战陆琪虽然不是很轻松，却自信能在这场战斗中击败对方。目前路飞与黄猿的战斗还在进行，五老星萨坦圣也有可能加入战斗。之前陆琪也说过，只要他和黄猿在，就能在弹头岛消灭草帽一伙。如此来看，弹头岛事件不会很快结束。索隆对战陆琪是提升实力的机会，迫使索隆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击败陆琪后妥妥的有大将水准。路飞从出海以来，拥有过3艘海贼船，第一艘是小木船，只能承载1人1桶；第2艘叫梅利号，是可雅送给路飞的，在航行中受伤太多，被路飞一把火送走；第3艘是千里阳光号，由弗兰奇精心打造。桑尼号刚完工的时候，每一位成员都给他取了名字。路飞在取名字方面可以说是绝对的鬼才，经常给别人取外号，比如叫马尔科是菠萝头。路飞一共给桑尼号取了4个名字，分别是黑熊白熊狮子号、老虎灰狼狮子号、鱿鱼章鱼黑猩猩号，还有丸子猩猩狮子号。从这几个名字来看，路飞绝对是与动物杠上了。山治取了2个名字，分别是向日葵先生和狮子号。桑尼号的船头很像狮子，也能看出山治非常务实。乌索普只取了1个名字，叫狮子船，与山治取的名字非常相似，太过普通，没有被尾田使用。每次有热闹的事情发生，乔巴都会显得很积极。不过乔巴只给桑尼号取了1个名字，叫樱花海盗号，可能是他来自樱花国度，取这个名字表明他想家了。弗兰奇是桑尼号的设计者，
有权利对船取名字。他弄出2个名字，分别是狮子暴力冠军号、弗兰奇狮王冠军号。从名字中也能看出来，弗兰奇对当冠军非常执着，与黑胡子海贼团爆发战斗。他的对手很可能是冠军巴沙斯。罗宾给人一副温柔贤惠的感觉，取名字时却非常腹黑，直叫桑尼号为暗黑丸，等同把腹黑刻在了脑门上。索隆虽然经常迷路，在取名字方面却非常有天赋，给桑尼号取名字也很积极，一共给出了3个名字，分别是狮子妈妈号、睡狮老爷号、莱恩昂内尔大哥号。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，索隆还真是位中二青年。最后还是用了冰山大叔的名字万里阳光号，穿越万千残酷的大海，如太阳一般灿烂的船。尾田公布最适合娜美吃的恶魔果实，只要吃了它，娜美的战斗力就能超越索隆。刚加入草帽团的时候，娜美被评价为草帽团最弱的3个人之一，另外2个分别是狙击手乌索普以及宠物船医乔巴。不过乌索普拥有霸王色运气，每当草帽团陷入绝境之时，乌索普都能挺身而出，靠着莫名其妙的方式拯救所有伙伴。乔巴吃了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，靠着蓝波球掌握6种变身用于战斗，还拥有比恶魔果实觉醒更加稀有的果实暴走，对战斗力的提升非常大。虽然乔巴只有1000贝利的赏金，却拥有对抗赏金超10亿海贼的实力。娜美很清楚自己的战斗力非常弱，为了帮助路飞当海贼王，她必须变得更强。于是娜美找到了好闺蜜乌索普，让对方帮自己做一件武器战斗。乌索普给娜美做出了天后棒，本来是用于活跃宴会气氛的道具，却被娜美开发出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，第一次使用就打败了那双手指。后来天后棒经过几次加强，也拥有了能自由伸长缩短的能力。进入蛋糕岛接山治的时候，娜美将天后棒与雷云宙斯结合，能释放超强的雷电攻击，即便是4皇大妈也被一击打倒在地。来到和之国后，大妈对宙斯彻底失望，创造了新的霍米兹赫拉将其替代。就在赫拉吃掉宙斯的前一秒，宙斯的灵魂进入天后棒之中，也让天后棒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，可以按照宙斯的意愿变成任何形状攻击，即便娜美没能命中目标，宙斯也会控制雷电，直到命中敌人才会停止。赏金4亿贝利的飞6包乌尔提就倒在了全新的天后棒之下。尾田在 SBS 中回答读者问题时，透露出娜美很有可能变成最强的人。当有粉丝询问索隆等人如果是能力者会吃下什么果实的时候，尾田的回答是：索隆会吃下鱼与果实青龙形态，也就是凯多的恶魔果实；乌索普会吃下口袋果实，身上有无限多个口袋，用来装一些骗人的东西；弗兰奇会吃下武器果实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变出任何武器，好像有点多余了。溪流吃了透明果实后，山治只能吃下游泳果实，可以穿过墙壁去某个地方看看。娜美会吃下响雷果实，变成无所不能的雷电人，这样娜美就会成为最强的角色。索隆和山治都不会是他的对手，不过在对战路飞的时候，娜美的能力就会无效。不过娜美已经得到宙斯，自由操控雷电不是问题，再也不是草帽团的3弱了。2场战斗测出当下索隆的战力上限，打拥有双果实的黑胡子也有一战之力。从跟着路飞一起出海开始，索隆的每一次战斗都会让实力提升。对战达兹波尼斯掌握斩断钢铁的力量，对战卡库觉醒了堪比霸王色的鬼气，后来又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剑术提升的同时，还学会了武装色和剑纹色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用黑刀秋水换来研磨，等同掌握了武装色流鹰用法，联手超新星对战2位4皇。索隆用血肉之躯挡下最强合体技能霸海一瞬间，又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使用9刀流亡者系给凯多腹部留下伤疤。之后再对战赏金13亿9千万的炎灾境时，索隆前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斩断炎灾境的一条翅膀，登基成为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赏金为10亿1100万贝利，相比其他皇父并不算非常突出。在弹头岛，索隆对战觉醒状态的卡库，索隆也是处于完全碾压的状态。现在索隆的实力有没有大降级别？从2场战斗可以找到准确的定位。得知七武海制度被废除之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2个小弟来到九蛇岛，不是找第一美女汉库克当老婆，而是为了抢夺超人系甜甜果实。当时海军也在九蛇岛，为了抓捕汉库克，出动了赤天使鹰眼和女帝小鹰眼与黑胡子爆发激烈战斗，一刀下去将九蛇岛的山劈成2半。黑胡子见状也露出一脸畏惧，害怕被小鹰眼击败，立马开启暗暗果实反击。单单从这场战斗来看，黑胡子的实力并没有超越赤天使鹰眼很多。在弹头岛，海军也派遣出赤天使对抗草帽团，赤天使鹰眼也在其中。索隆见到小鹰眼之后非常兴奋，与他战斗也表现得非常认真。最终赤天使鹰眼被抓住，索隆没有受任何伤，可见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大。从对战赤天使鹰眼的战绩来看，索隆的战斗力并没有差黑胡子很多，而且索隆不是恶魔果实能力者，暗暗果实的邪门能力对他毫无作用。索隆擅长剑术和霸气的结合攻击，对依靠恶魔果实的黑胡子也算优势。而且索隆已经觉醒霸王色霸气，假以时日，一旦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整体战斗力绝对能达到雷利的水准，对抗黑胡子也绝对有一战之力。不过索隆的对手应该是宇之溪流，期待溪流能让索隆再提升一步。海贼王中的剑术可以分为6层境界，索隆觉醒霸王色之后也才达到第3层。世界最强剑豪鹰眼居然不在第1层级，第6层级普通剑士
实力依赖剑本身，普通剑士的实力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，全凭他手中的剑。能得到一把名剑，斩断的物体会更多，实力也会高一些。在这个层级的剑士，往往不会有太强的实力，过度依赖剑本身带来的力量，对霸气和剑术的修炼会忽略。第5层级，霸气与剑结合。进入新世界后，武装色霸气已经成为标配，将武装色缠绕在剑身之上，即便手中没有名刀，也能提升剑的硬度，让实力更进一步。索隆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也才达到武装色与剑的结合。不过索隆的武装色特别强，在第5层级属于佼佼者。第4层级，豪剑级别，能斩断钢铁。进入和之国篇章，暴五郎称自己是豪剑，可以斩断任何物体，也可以斩不断一张纸。庚四郎也是豪剑级别，曾经向索隆展示过斩不断一张纸的能力。索隆对战达兹的时候，在濒临死亡的绝境下，领悟到斩断钢铁的能力，也达到了豪剑级别。第3层级，妖刀级别，对普通剑士来说，妖刀是不祥之物，会让他们丧命。每一把妖刀中都居住着一个恶魔，当剑士无法征服恶魔之时，剑士会因被反噬而丧命。能征服恶魔的剑士就达到了妖刀级别。在和之国觉醒霸王色的索隆已经征服了2把妖刀，一把是3代鬼彻，另一把是炎魔。现在的索隆属于妖刀级别的佼佼者。第2层级，黑刀级别，将武装色附着在刀身上，经历千百次的战斗才有机会打造出黑刀。能打造出黑刀的剑士属于黑刀级别。这一级别只有2位剑士，一个是和之国的剑圣龙马，打造出了黑刀秋水，另一位是最强剑豪鹰眼，打造出了黑刀叶。索隆的目标是将炎魔打造成黑刀，等到他成功后，也就有了挑战鹰眼的实力。第1层级，白刀级别，根据打造黑刀的原理，不难得出白刀级别剑士的存在。将武装色附着在刀身上，能打造黑刀；将霸王色附着在刀身上，打造出来的刀暂且叫做白刀。罗杰擅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无上大快刀艾斯应该属于白刀，香克斯的霸王色堪称无敌，格里芬也应该属于白刀。将霸王色缠绕在佩刀上战斗，能打造出拥有霸王色属性的佩刀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其用2场战斗测出萨博的实力上限，想打赢刚觉醒霸王色的索隆都很困难。被世人称为炎帝的萨博，战斗力到底有没有4皇级别呢？在德雷斯罗萨吃下烧烧果实，萨博就对战过拥有怪物实力的大将藤虎。当时的藤虎并没有使用全力，从场面上看依旧能压制萨博的攻击。去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，萨博与吴老星和伊姆大人有过交手，烧烧果实的攻击没有任何效果，反而被吴老星和伊姆一招打成重伤。靠着寇布拉用生命争取来的时间，才勉强逃离玛丽乔亚，捡回一条命。在剧场版黄金城中，为了让路飞安心对战泰佐洛，萨博与陆琪交战，2人的战斗经过并没有公开。不过从结果来看，萨博并没有占据优势。在战斗中，萨博的帽子被陆琪打掉，身上受了不少的伤，也没有打赢对方。陆琪有没有使用果实觉醒暂且不知，可见萨博和陆琪的战斗力相当。在最近的弹头岛事件中，陆琪与刚刚当上4皇的路飞再次战斗，陆琪开启猫猫果实的觉醒状态，路飞也亮出最强的尼卡形态武当。战斗的结果毫无悬念，陆琪完全不是对手，被路飞狠狠虐了一顿。而且在这场较量中，路飞都没用见闻色预见未来以及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最后陆琪被史翠西偷袭打晕，也能看出他的实力完全没有4皇级别。从陆琪对战萨博和路飞的2场战斗看，萨博的战斗力还没达到4皇水准。当前路飞正在与索隆交战，不管陆琪会不会用果实觉醒，都打不赢索隆。索隆在鬼岛对战竟觉醒霸王色，还没掌握霸缠攻击，也就是准大将水准。萨博很早就掌握了武装色和见闻色，不过至今也没有展示过霸王色霸气，更加不确定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可见萨博最多和当下的索隆实力相当。武装色霸气不起作用的神级果实，其中有3个还是大剑豪索隆的克星，都在说汉库克的甜甜果实是一颗双生恶魔果实，除了能将敌人石化，还有动物系美杜莎的能力。黑胡子和海军攻打九蛇岛时，大部分人都被汉库克石化，罗曾用强大的武装色霸气驱散毒 Q 的病病果实能力，不过被石化的人会失去意识，即便武装色很强也无法施展。而且黑胡子还说了，干掉女帝也无法让石化的人复原，自己也没有信心能躲避汉库克的石化攻击，可见黑胡子的武装色面对甜甜果实也会不起作用。当年巴基在罗杰船上得到4分5裂果实，本打算卖1个亿当寻找宝藏的启动资金，却被香克斯吓得一口吞掉变成能力者。巴基表示那是一颗废材果实，对战斗力没有任何提升。香克斯却说分裂的能力很逆天，等同拥有了砍不死的身体。在顶上战争面对世界第1大剑豪，巴基任由鹰眼砍了1万刀，也没有受到一丁点伤，反手还能用炸弹进行反击。鹰眼对此也感到很奇怪，自带武装色的黑刀为何不起作用？可见4分5裂果实能让武装色霸气失效，即便索隆和鹰眼联手，也无法用刀将巴基砍伤。佩罗娜所吃的灵灵果实能从身体中释放幽灵攻击，其中消极幽灵能让敌人变得消极，无法继续战斗。即便是辅佐武装色的攻击，也无法伤到这些幽灵。
当初草帽团去恐怖3维帆船，就差点被零零果实团灭。后来佩罗娜被暴君熊拍飞到克拉伊卡纳岛，也成了除巴基以外能同时克制鹰眼和索隆的人。巴托洛米奥的屏障果实拥有世界上最强的防御，即便能打伤4皇的王者之拳，也无法对屏障造成伤害。当年回到和之国的玉田，去找大蛇将军为妻儿报仇，用附着武装色霸气的刀砍屏障，也没能让他的防御失效。难道说屏障果实和4分5裂果实一样，都是剑士的克星吗？现在香克斯已经去找巴托洛米奥算账，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能否打破屏障防御呢？这场战斗暴露出索隆还存在的缺陷，难怪尾田会给他安排幻兽种恶魔果实。在鬼岛战斗对抗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镜，索隆在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最终斩断镜的一条翅膀，登基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赏金涨到11亿1100万贝里，虽然没有掌握3色霸气最顶级的用法，战斗力也绝对拥有匹敌海军大将的水准。不过当下的索隆还存在一个重大缺陷，通过下面的2场战斗你就能找到答案。第一场就是对战百兽海贼团的大看板岩灾镜。在对战镜之前，索隆联手4位超新星对战双4皇，用血肉之躯挡下最强合体技能霸海一瞬间，紧接着又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使出最强技能9刀流亡者系砍伤凯多腹部，战斗力也得到世界最强生物的认可。之后靠着毛皮族的特效要重新投入战斗。对战岩灾镜的时候，索隆也明确表示，不快点解决掉对手会被耗尽体力丧命。虽然索隆成为最终的胜者，却昏睡了7天7夜才苏醒过来。反观觉醒体内血统因子的山治，击败赏金13亿2千万的异灾奎因后，都不用怎么休息就能恢复到最佳状态。可见索隆在身体快速恢复方面还有缺陷。目前索隆正在弹头岛对战 CP0 的陆奇，两人的战况非常焦灼，短时间很难分出胜负。陆奇一直在嘲讽索隆是草帽团的拖油瓶，因为战斗力太弱耽误同伴们逃跑。陆奇虽然将猫猫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但对战5档状态的路飞被轻松秒杀，战斗力比黄猿弱一个档次，也没有海军大将的水准，最多与岩灾镜持平。按理说觉醒霸王色的索隆能打赢陆奇，不过索隆在此之前还经历过2场战斗，一场是对战 CP9 的卡库，也拥有果实觉醒能力，另一场是对战赤天使鹰眼，拥有抗衡4皇黑胡子的战斗力。这2场战斗的胜者都是索隆，也让他的身体被严重消耗，迟迟不能打赢陆奇，就是因为身体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。尾田曾在 FBS 中公开草帽团最适合的恶魔果实，给索隆安排了鱼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，凯多就是靠着它成为世界最强生物。在鬼岛一战中，经历赤鞘九侠、超新星、路飞、大河的多轮攻击，依旧保持非常好的状态对抗5档路飞。从此是否可以推断出索隆得到凯多的果实后能达到最强形态？因为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弥补他恢复不足的缺陷。一直没拿出全力战斗的大将黄猿，战斗力被当上元帅的赤犬看不起，连觉醒霸王色的索隆都打不过。得知路飞在香波地群岛揍了天龙人，黄猿立马骑着炮弹赶到现场，刚落地就秀了一波实力，一脚踢爆巨大红树，吓得2个小卡拉米瑟瑟发抖。见到极恶世代的超新星们，黄猿没有脚下留情，一人来了一脚光速踢，全部撂倒。由于霍金斯装逼过度，又多吃了几发镭射光线，对当时的超新星来说，大将黄猿就是无敌的存在。不过在卡普看来，黄猿去香波地群岛会吃亏，因为他知道冥王雷利也在那里出现，即便是海军中的老兵与之交战，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。黄猿对战雷利确实没取得优势，脸颊被对方用剑划伤，雷利也没有把黄猿当一回事，一边战斗一边关注路飞等人的安危。对战白胡子海贼团的时候，黄猿居然想用斩首行动干掉白胡子，甩出8尺琼勾玉攻击世界最强男人，被马尔科用身体全部挡下，随后又结结实实挨了一脚，顺带撞毁了自己家的一面城墙。不过与受伤的白胡子战斗，确实让黄老爷子装了一波，用激光射穿白胡子的胸膛后，还不忘在言语上调侃几句。此时的白胡子已经伤病缠身，并不能体现出黄猿真正的实力。遇到拥有4皇级别的本贝克曼，黄猿也只能乖乖举起双手。都说大将与4皇属于同一级别，黄猿的这番表现显然比4皇差很多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当香克斯强调乌塔是他们的女儿时，黄猿却没有给面子，依旧使用8尺琼勾玉攻击乌塔，攻击被全部挡下后，还被香克斯瞬移到身边，用剑架在脖子上。黄猿只能乖乖举起双手，他很清楚自己的脑袋随时会被香克斯砍掉。世界会议期间，海军监听到大妈前往和之国，联手凯多对战路飞，黄猿立马请求出差，自信能去和之国搞定2位4皇。赤犬并没有让黄猿出马，理由是和之国存在战力不明的武士，和之国从800年前开始锁国，期间只有光月玉田出海展示过实力。赤犬的这番话显然是认定了黄猿的实力比不过当年的玉田。在鬼岛对战百兽海贼团，索隆在重伤之下砍伤凯多的腹部，又在对战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镜时觉醒了霸王色霸气，彻底征服的妖刀炎魔，斩断镜的一条胳膊，登基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具备的战斗力至少能匹敌当年的光月玉田，对战大将黄猿不能说100%获胜，至少也不会输。实力最弱的东海却拥有全海贼王最顶尖的强者，强如索隆也才排名第8，前10名中有7位霸王色拥有者。
第10名，范奥卡，外号叫音乐的超强狙击手，赏金6400万贝利，担当黑胡子海贼团3号船船长，在顶上战争与耶稣部对峙，双方均未开枪，两人在狙击能力上的差距也不会太大。第9名，艾斯，赏金5亿5千万贝利，拥有霸王色霸气，是烧烧果实的能力者。艾斯的战绩并不差，对战甚平是5-5开，与青雉过招也未落下风，与赤犬对战没用武装色被打败，让艾斯的实力定位不够高。第8名，索隆，草帽团副船长，赏金3亿2千万贝利，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索隆的实力得到藤虎认可，来到和之国得到妖刀研磨后，实力进一步提升，在鬼岛屋顶拖着重伤的身体砍伤凯多腹部，与进决战中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战斗力相比玉田也不会差。第7名，萨博，革命军参谋长，赏金6亿200万贝利，吃了烧烧果实，从小跟着龙学习，17岁的萨博对武装色的掌握非常深厚，在德罗斯伦萨吃了烧烧果实，单挑大将藤虎丝毫不落下风。第6名，耶稣布，是一名强大的神射手，百尺之外能命中蚂蚁的眉心，在实力均衡的红发海贼团担当3号人物，实力至少也是大将级别。第5名，雷利，罗杰海贼团的副船长，对3色霸气的修炼非常精通，卡普也很认可雷利的战斗力，对战大将黄猿场面上也是5-5开，年轻时期的雷利也应该属于4皇级别。第4名，路飞，赏金15亿贝利，吃了人果实幻兽种尼卡果实，已经开发到觉醒状态，路飞的3色霸气都已达到顶尖水平，武装色霸气是流鹰级别，能从事物内部造成伤害，见闻色霸气能预见未来，霸王色霸气也能用于缠绕攻击。路飞很快会打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到时候他会成为最强的人吗？第3名，蒙奇蒂龙，身为革命军的首领，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凶恶的罪犯，拥有推翻天龙人统治的能力。龙在罗格镇展示过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，所吃恶魔果实很可能也是幻兽种，附带能力是操控天气。第2名，蒙奇蒂卡普，被誉为海军英雄，多次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。卡普对武装色的修炼特别精湛，拥有铁拳的称号，能一拳把青椒的头锤扁。第1名，戈尔蒂罗杰，赏金55亿6480万贝利，罗杰没有吃恶魔果实，靠着手中的无上大快刀艾斯以及对霸气的修炼称霸大海，成为目前唯一的海贼王。东海还有哪些强者呢？欢迎海迷留言讨论。拥有霸王色霸气，将果实开发到觉醒境界，明哥的实力有没有大将级别呢？对唐吉诃德海贼团的成员来说，明哥是最值得信赖的人，他有天龙人的身份，还拥有强大的实力，为了少主可以舍弃性命。成为七武海之前，明哥与普通海贼一样，每次遇到贺中将都会第一时间逃跑。贺是海军的参谋，地位等同卡普和战国，直到明哥被路飞打败，贺也没把他当一回事。海军召开七武海会议，商讨谁来填补克洛克达尔的位置。明哥戏弄2名海军士兵，让他们互相残杀。战国出场后轻轻呵斥了一声，明哥只能乖乖停手。顶上战争刚开打，明哥小秀了一波实力，瞬间切掉小奥兹的一条腿，随后用线控制住钻石乔兹。白胡子手下的第3队长被明哥戏耍，到底是钻石乔兹弱，还是明哥太强呢？在愤怒的老沙眼中，明哥不是什么强者，多年前拒绝过对方的邀请，在顶上战争也没在乎明哥，再次拒绝对方的邀请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明哥接到高层命令，带着几个和平主义者剿灭莫利亚。看着莫利亚不甘心又毫无办法的表情，是认定实力比明哥差太多。路飞和罗在冰火岛抓走凯撒，还干掉了维尔哥。明哥抓住斯摩格泄愤，青雉突然出现让他停手。明哥本想挣扎一下，却被青雉瞬间冰封，好在没过多久便从冰块中挣脱，内脏没有被冻伤。随后明哥丢下一句话，暂时没空与你战斗。临走时还不忘调侃青雉，加入黑胡子海贼团是他的污点。青雉从头到尾都很淡定，是真没把明哥当做什么强者吧。回到自己的地盘德雷斯罗萨，对大将的态度更加嚣张，要求藤虎一起干掉罗和路飞。被拒绝后，甚至主动出手要干掉藤虎。藤虎的态度和青雉一样淡定，告诫明哥和平相处才是最佳选择。潜台词就是你明哥还是老实点吧。见到盟友罗被明哥抓住，索隆二话没说拔刀朝着明哥砍去，有将明哥斩杀的气势，却被藤虎挡住了。罗与明哥的战斗一直都是被压制，被砍掉一条胳膊后，罗表现出了沮丧，是自认实力不如明哥。对路飞来说，不管敌人是谁，都自信能将其打飞。对战明哥也一样，虽然开启4档导致体力不支，路飞依旧坚信能一拳干掉明哥。作为明哥的合伙人，凯多得知明哥被打败后，仅仅说了一句：明哥的实力还是太弱了。对世界最强生物来说，明哥也只是小喽啰。明哥有没有准大将级别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世界第一大剑豪鹰眼在七武海中只能排第2名吗？第5名克洛克达尔，人送外号老沙，赏金只有8100万贝利。不要看老沙的赏金低，自从在顶上战争救下艾斯后，战斗力是一路飙升。对战赏金3亿4千万贝利的多弗朗明哥，场面上也是5-5开，从世界第一剑豪鹰眼刀下就走路飞，
还能让鹰眼放弃战斗？没点实力老沙也做不到吧？还有用一招沙漠大剑劈开赤犬的身体，让老沙的战斗力又上了一个档次。早在20多年前，老沙与能打平雷利的巴雷特战斗，据说是不分胜负。难道说那时的老沙也能匹敌雷利了吗？第4名是多弗朗明哥，3亿4千万的赏金完全体现不出他的战斗力。明哥被称为地下世界的王，拥有霸王色霸气，对线线果实的开发堪称完美，单点控制有寄生线，白胡子手下3番队长也不能挣脱，群体控制有鸟笼，连大将藤壶也不能轻易攻破，还有治疗能力，用细线修复受损的内脏。明哥已经将线线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对战4档路飞也不落下风。暴君熊排名第3，赏金2亿9600万贝里，将看似很废的肉球果实开发出众多神级招式，不仅能将敌人拍飞到千里之外，还能弹出体内的伤痛，达到瞬间恢复的效果。在香波地群岛，暴君熊主动介入黄猿与雷利的战斗后，将草帽团全员拍飞，实力应该很接近大将。第2名是最强剑豪鹰眼，赏金不详，实力上限也不详。在剑术造诣上，鹰眼能匹敌4皇香克斯，战斗力或许也达到了4皇级别。鹰眼是索隆一生的目标，两人初次交手时，鹰眼以压倒性的优势差点干掉索隆。来到顶上战争，鹰眼追着路飞砍，打飞同样是七武海的圣品，又一刀干掉老沙的手下达兹。鹰眼手中的黑刀叶就是所有剑士一辈子的梦想，也是强大实力的证明。第1名是黑胡子，当七武海的时间并不长，黑胡子有很深的谋略，在白胡子船上待了20多年，只为寻找到暗暗果实。在顶上战争抢走阵阵果实后，黑胡子已经拥有单挑佛之战国的实力。经历了结之战，马尔科评价黑胡子是他无法企及的强者。黑胡子成为4皇之后，赏金也达到22亿4760万贝里。路飞觉醒米卡果实后，能打赢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索隆无疑是草帽团最刻苦的人，除了睡觉与喝酒，剩下的时间全在锻炼。败给古一那2001次后，索隆立誓要当世界第1剑豪，在更四郎的传授下，成为一名合格的剑士出海，以赏金猎人的身份追寻梦想。初次遇到世界第1剑豪鹰眼，索隆立即发起挑战，多少有点井底之蛙的感觉，结果被鹰眼玩虐，小命也差点丢掉。作为剑士的气魄却被鹰眼认可，从此索隆立下誓言，在打败鹰眼之前不会再败。来到阿拉巴斯坦对抗巴洛克工作室，索隆的对手是达兹波尼斯，一个吃了快斩果实的超人系能力者，能将身体变成强如钢铁的刀刃。索隆对战达兹一直处于劣势，还差点丢掉性命。在绝境之下，索隆领悟斩断钢铁的能力，用出一刀流狙和狮子哥哥击败达兹，闯入司法岛救罗宾。索隆必须击败卡库拿到钥匙，卡库是 CP9 组织中的第2强者，不仅吃了动物系牛牛果实长颈鹿形态，还是一名2刀流剑士，配合双脚发出的蓝角，能施展4刀流剑术。被逼入绝境的索隆爆发鬼气，用一招鬼气9刀流阿修罗遗物赢获胜。卡库也评价索隆的实力在战斗中得到提升。在恐怖3维帆船，索隆与剑豪龙马的尸体交战，收获一把黑刀秋水，装备提升一个档次。得知路飞失去兄长艾斯后，索隆放下尊严，拜鹰眼为师学习剑术。经过2年的磨练，索隆掌握武装色和剑纹色霸气，用一只左眼换来强大的实力，从此开启一段秒杀之路。在冰火岛，索隆对战雪女莫奈，一招大震撼将其秒杀。来到德罗斯伦萨，索隆对战明哥的最强手下皮卡，一招3刀流大千世界秒杀对手。和之国开篇后，索隆与霍金斯激战，一招2刀流登楼劈开稻草人怪物，与吃了 Snow 果实的基拉交战，索隆临时弄了个3刀流砍掉对手。随后索隆答应日和，用妖刀炎魔替代黑刀秋水。炎魔是一把妖刀，会擅自释放使用者的霸气。玉田曾用炎魔砍伤过凯多的腹部，索隆成功征服炎魔，实力和装备又进一步。在鬼岛之顶对战2位4皇，索隆拼尽全力挡下双4皇合体技能霸海，又拖着重伤的身体单挑凯多，用出一招阿修罗王者系重创凯多腹部。随后索隆与炎灾进决战，对手是远古露娜利亚一族，吃了远古种无齿翼龙果实，最终索隆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斩断尽的一条翅膀获胜，成功登顶地狱之王。现在的索隆距离世界第1剑豪鹰眼还有多少差距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